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女儿被侄子推下楼，摔得头破血流，粉碎性骨折。我刷卡缴医药费时，却发现卡里只剩下2毛4分钱。这张卡是我和老公共同存的钱，用来日常应急。我气疯了，质问老公。一旁的婆婆却斜了我一眼，不冷不热道：“嚷嚷什么？那钱我做主让振兴借给老二了。他侄子报军训，夏令营要用。你们生的是女儿，反正以后钱都得给老二家的。女儿受伤，我本就着急。婆婆的话更是气得我浑身发抖，气血直冲天灵盖，大脑一片空白。我怒道：我就是把钱都捐了，也不会留给张家宝那个小畜生。要是耽误月手术，你们谁都别想好过。张家宝就是我侄子。我气得胸口上下起伏，死死盯着婆婆。婆婆把侄子惯坏了，我女儿就是被他推下楼的。医生说女儿年纪小，又磕到了头，从片子来看还是较为严重的，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胳膊是粉碎性骨折，稍有不慎就会落下残疾。女儿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内进行紧急手术，婆婆却转走了她救命的医药费。此刻我心里的恨意达到了顶峰。婆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往地上一躺，开始撒泼打滚。一个丫头片子救她金贵，不就断胳膊断腿的，能花几个钱？实在不行你2腿一叉，挣得够治10个赔钱货。我气急，刚要反击，一直沉默的老公张振兴却站了出来，他一脸为难的模样：小宁，你消气，妈年纪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振祖养家宝那么大个儿子不容易，压力也大，你体谅一下，钱我会想办法，你先别生气。而后又不痛不痒跟婆婆说：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小宁？被她一扯，我心里怒气更盛。婆婆骂我的时候，她不出面，我刚一开口，她就拦我，不仅拉偏架，还说些冠冕堂皇没脑子的话。我气急反笑，甩开她的手，反手一个耳光狠狠扇在她脸上，指着她的鼻子：张振兴，你还是不是男人？等月出院了，我们就离婚。况且这不是钱的问题，医药费我不是交不起，只是他私自转走我们共同存的存款，导致女儿性命危急的时刻，我连他的医药费都取不出来，简直心寒。倘若我没工作，没收入呢？我简直不敢想自己女儿生死未卜的躺在医院。他这个亲爹耳根子软的把女儿的医药费借出去，还帮害了女儿的人说话，世上没有他这样的亲爹。显然是没想到我反应会这么激烈，婆婆和张振兴都愣怔了一下。这个间隙，我手机铃声响了，是爸妈给我发来消息，他们这会儿正在医院守着我女儿。我意识到女儿还在医院等我，现在不是闹的时候。我冷眼扫了他们母子一眼，摔门而出。等女儿出了手术室，脱离了危险，这个账我再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我和张振兴是大学时谈的恋爱，他爸妈都是小职工，他爸去世的早，他是家中老大，是他妈妈把他们兄弟俩拉扯大。我家里做些小生意，不是特别有钱，但也算得上中产。张振兴虽有些木讷，但为人体贴，性格又好，情绪稳定，跟他在一起还算舒心。毕业工作后，我们顺理成章地开始谈婚论嫁。见家常时，婆婆欢喜地拉着我的手，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说把我当成亲女儿，让我跟在娘家一样，想干嘛干嘛。网上看多了婆媳矛盾的事情，我开始还有些不太相信，可后来婆婆有什么好东西都念着我，
有次他老家亲戚带来了一大兜原生态荔枝，哪怕是30度的天，婆婆也让张振兴顶着太阳第一时间给我送过来。我收到荔枝时很是感动。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多重因素考虑下，我这才跟他领证结婚。没想到婚后没多久，婆婆就慢慢开始对我挑三拣四，哪怕是不住在一起，她一天都要打上3通电话，明里暗里对张振兴挑我的刺。他偶尔来时，早上4点半，他就在厨房和客厅搞得乒乒乓乓的，还故意来敲门，问我吃什么。要是发现门被锁了，他就砸门，直到门开为止。我本来工作就忙，熬夜加班，经常半夜1、2点才睡，我被搞得不厌其烦，跟婆婆大吵一架。回了娘家，张振兴用他的私房钱给我买了花，哄着我让我忍忍，说就当是为了他，还保证他妈以后不会在家里过夜。看着张振兴卑躬屈膝求我的样子，我想起来他这几年对我的好，也不忍将事情闹得太难看。回去后，婆婆真没来过，日子也顺遂了不少。后来我怀孕了，婆婆的态度好上了许多。原本以为日子能一直平静下去，可在我生产那日，婆婆知道我生的是个女孩后，当场黑了脸，包了个50块的红包后，转头就走。连我月子都是我妈照顾的。没多久，弟媳生了个儿子，婆婆笑得合不拢嘴，跑上跑下，鞍前马后伺候不说，更是直接大手一挥，包了个2万的红包。女儿逐渐长大，我直观地见识到婆婆的重男轻女。因为小叔子家生了儿子，婆婆就连带着偏心他们。老公早上给她买的营养品，中午她就拿给了小叔子家，就连每月2000的退休金也全都给了小叔子家里。但她生病买药，却全都让我家掏钱，是张振兴拿自己攒的零花钱默默了事。看着女儿冰雪可爱的模样，我也想给她个温馨和谐的成长环境，有个幸福的童年。既然张振兴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那我也暂且不说什么了。昨天我给女儿过生日，侄子吵着要来，不过是6、7岁的孩子，却被婆婆惯坏了，在家像小皇帝，出门是小霸王。他们小区好多孩子都被他打过。平时在我女儿面前，他也很霸道。我不放心女儿，寸步不离地看着。谁知上个厕所的功夫，原本自己在玩洋娃娃的女儿却滚下了楼梯。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夹杂着侄子的拍手欢笑声。我狠狠剜了侄子一眼，顾不上其他，抱着女儿就往医院赶。又给临时出差的老公打了电话，医生说情况很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稍有不慎就压落下残疾。我当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医院走廊上，心疼得几乎窒息。想起侄子一脸得意欢快的样子，我拿出手机翻看监控，果然是他把女儿推下去的。想着医生的话，我恨不得杀了张家宝，可我不能，只能强撑起精神，让我爸妈在手术室外看着孩子。我拿着那张卡去交医药费，却怎么也刷不出，大头的存款都存了死期。这张卡里的5万是我们用来应急的，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婆婆做主，让张振兴转走了女儿的救命钱。张家宝哈哈大笑的脸，婆婆刻薄的话语，还有和稀泥的张振兴，在我脑海中不停浮现。我心里又气又恨。回到医院，我先交了手术费，爸妈还守在手术室外，看着他们鬓角的斑白，我心里愧疚。他们听说了婆婆和张振兴干的事情，气得将他们母子2人大骂一通。张振兴追着我赶到了医院，但从始至终他没得到一个好脸色。手术室红灯还亮着，
我又紧张又担心，直到女儿出来。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我悬着的心才放下，顿时鼻头一酸，看着想上前的张振兴，我一把把他掀开，说不寒心是假的，他从没跟我红过脸，爱我和女儿也是真，但自从我结婚后，他在我和婆婆之间总是没有明确的态度，一直在和稀泥。要是他有主见一些，态度强硬一些，他怎么会听婆婆的话，将我们应急的钱转走，让女儿连医药费都没得交？好在爸妈一直站在我身后，做我坚强的后盾。我心疼女儿，选了单间病房，我和爸妈轮流守着女儿，任张振兴怎么求，我都强硬地把他赶到了门外。看着女儿熟睡的脸，头上缠着的绷带和胳膊上打的钢板，我心疼的都没法呼吸。在我送她来医院的路上，她自己都疼得直冒冷汗，却还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担心，这么乖巧的孩子，却要受这样的罪。我心里更恨张家宝还有婆婆。后半夜，爸妈轮流守着孩子，让我去睡觉。第二天一早，病房外响起了巨大的喧哗声，不等我出去看看，竟然是婆婆带着侄子一大家子闯进了病房。只见婆婆转着眼珠子上下打量了一圈，刻薄且刺耳的声音响起：“你这不是有钱吗？一个丫头片子还住这么好的病房，真是烧得慌。”床上睡着的女儿不安地皱了皱眉，守了后半夜刚睡下的爸妈也被吵醒，昨天心里强压下去的火噌的一下升了起来。可我根本就没有告诉婆婆女儿住那个病房，她怎么会知道？我转头看向张振兴，见他心虚的眼神，我瞬间明白了，心里冰冷到了极点。再看向几人，张振祖已经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我给女儿买的车厘子，还大辣辣地坐在了沙发上。嫂子，不是我说你，这环境也太好了。秀英当年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都没住这么气派的病房，月月真是好福气。陈秀英就是张振祖的老婆，而张家宝此刻已经跑到了女儿病床前，手上拿着一把大剑，一按就发光，还哇啦哇啦的响。他一边蹦跳，嘴里一边大喊：“哇哦，哇哦，张月月战败了，真没用，小弱鸡！”说着还要用剑去戳女儿打着钢板的胳膊。张耀祖乐呵呵地看着张家宝，陈秀英不痛不痒地说：“他们家宝就是活泼爱闹腾，让我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婆婆面上自豪，笑着说：“张家宝不愧她的乖孙，就是勇猛。”我一瞬间血压飙升，怒气值冲天灵盖，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去，狠狠一巴掌打在张家宝后脑勺，震得我手掌发麻，拽着他的后领子把他拖出去，扔在了安全通道楼梯转角处，然后抢过那把破剑，直接折成两段，扔在张家宝脸上。待会儿事必会吵起来，我不想惊扰到女儿。一行人吓坏了，赶紧追了出来。张振祖脸色瞬间铁青，陈秀英吓坏了，赶紧上前去扶哇哇大哭的张家宝，心疼坏了。婆婆更是尖叫一声，要冲上来打我。方宁，你自己生不出儿子，还要打我的大孙子，你个烂心烂肺的小贱人！爸妈死死护着我，对于婆婆恶毒的话，我爸妈也忍无可忍地骂回去。眼看着婆婆落了下风，张振兴又站了出来，想拉住我和爸妈。看着他那副嘴脸，我又恶心又烦躁，指甲在他胳膊上狠狠扣出了血印子。张振兴，你见不见？看着自己老婆孩子这样被欺负，还踏马拉偏架。张振兴挡在我前面，任由婆婆打在他后背上。他顿了一下，抿了抿唇，眼里是和从前同样的木讷，这种感觉窒息极了，一口气堵在我胸口。
我恨不得一棍子抡死张振兴。一到这种时候，3棒子打不出一个闷屁。婆婆啐了一口：“贱蹄子，敢打我儿子！”一旁的张家宝也被扶起来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等你死了，就算你把财产都给我，我也不给你摔盆收尸，活该你绝后！张家宝哭得抽抽搭搭，却还是大声朝着我骂。6、7岁的孩子怎么懂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人教的。我冷笑一声，看着眼前的一大家子，好啊，原来在这儿算计呢。爸妈想为我出头，我拦住了他们，指着婆婆他们：“做梦吧！我的钱就算是死的时候跟我一起烧成灰，也不会留给张金宝这个畜生。”婆婆和张振祖又抱起：“臭婆娘，怎么说话呢？你才是畜生！”张振兴终于有了些反应，但憋了半天却只来了句：“妈，振祖，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本来就是家宝先打月月的，婆婆和张振祖一家子跟我们不依不饶。”听到声音过来劝阻的护士也拦不住。我看着这家子贪婪算计的面庞，心里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正闹得不可开交时，警察来了。婆婆立马恶人先告状，说我把她大孙子打了，要警察把我抓起来坐牢。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起来可怜极了，仿佛刚才一蹦3尺高的超雄老太不是她一样。张耀祖和陈秀英也连连附和。我看着眼前几个人，嗤笑一声。2个警察出示证件后，严肃地扫视在场人一眼，问：“你们谁是张家宝的监护人？张家宝涉嫌故意杀人，请监护人跟我们走一趟。”婆婆几人瞬间愣住了，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而我则缓缓勾起了嘴角。没错，是我报的警。张家宝把女儿推下楼，差要了她的命。虽然她未满12岁，但这件事我是不会轻易接过的。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女儿受了那么大的罪，他们一家子吸血鬼不死也得脱层皮。张振兴也很震惊，因为女儿出事后，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要陪着我去做笔录，我拒绝了。我让我爸陪我一起，我妈留在医院照顾女儿。至于张振兴，靠他简直是靠屁吹灯。到了公安局，婆婆和陈秀英哭哭啼啼，说自己一家子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张家宝也只是个孩子，怎么会故意伤害呢？肯定是我生不出儿子，嫉妒他们，蓄意栽赃陷害。婆婆说的激动，随即转头对我大骂：“杀千刀的，我老张家是怎么你了？你生不出儿子，让振兴绝后不说，你还想害死我金孙，让振祖绝后吗？”婆婆说着就要跳上来抓我的脸，就连陈秀芬也红着眼眶：“大嫂，我知道你不喜欢家宝，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侮辱自己的小侄子啊！”还是2个民警上来将婆婆制止住。我顺势躲在民警身后，冷眼看着他们。凡事讲究证据，你说我想害张家宝，那你拿出证据来，不然我可以告你诽谤。毕竟谁主张，谁举证。警察同志，您说是吧？2个警察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而后对婆婆严肃道：“这里是公安局，不要胡闹，先做笔录。”婆婆和陈秀英才收敛了些，婆婆眼里更是出现了一丝慌乱和害怕。毕竟张家宝是什么性子，他们都很清楚，只有张耀祖还牛哄哄地瞪着我。随后，我完完整整地交代了那天发生的事。那份监控录像，我已经拷贝下来交给警察了，剩下的，我相信人民警察。我出来时，婆婆和张耀祖几人还没出来。张振兴像是久等了一样，赶忙迎上前来，但我越过他，径直朝着我爸走去，却没想到手腕被张振兴
一把拽住：“老婆，我知道错了，我……”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没必要，明天民政局见。从前是我念着他的好，加上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但现在看来，再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女儿连安全长大都是问题。我宁愿她没有一个这样的原生家庭。”刚回到医院，女儿已经醒了，小小的人儿躺在病床上，看起来瘦瘦小小的，脸色苍白极了，却还是扯出了笑容，叫我妈妈，让我不要担心。我心里难受极了，看着女儿的样子，又想到刚在警局，顿时酸了鼻头，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张振兴舔着脸来，买了女儿爱吃的车厘子，还买了女儿最喜欢的洋娃娃。我冷眼看着他在卖力逗女儿开心的样子，忽然想到1个月前我给女儿买了车厘子，婆婆来了刚好看见，当场呵斥住了女儿，不准女儿吃，非要把张家宝接过来一起吃，还说一个丫头片子不配吃这么贵的水果。女儿眼巴巴地看着最爱的车厘子，小小的脸上满是期待。我心疼女儿，跟婆婆闹得很不愉快。原本女儿和我是坚定地站在同一战线的，也觉得婆婆不对，但又是张振兴站出来，在中间糊了一通稀泥。女儿年纪小，在爸爸的忽悠下，就轻易地原谅了婆婆。那个时候，我注重女儿的心理教育，不想在女儿面前说婆婆坏话，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现在看来，我也有问题，总是顾及这个顾及那个，怕伤了女儿。其实这样瞻前顾后，才更不能保护好女儿。我应该在最开始就奋起反击，带着女儿逃离这个魔窟。眼前的景象和脑海中以往所有的事情重合，心里愈发难受的厉害。拽着张振兴，下午趁着民政局还没下班，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只等离婚冷静期过后拿证。他本身是不愿意的，我威胁他说，要是不离婚，我也能带着女儿去别的地方，又不是养不起，让他一辈子见不到女儿，到时候别怪女儿不认他这个爸爸。张振兴这才妥协，出了民政局的门。我心里五味杂陈，张振兴的背影很是受挫、憔悴，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很多。我和张振兴之间不是没有感情，他也不是不爱我和女儿，只是婆婆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有时候明知道会让我和女儿受委屈，他也会做，愚孝又心软。况且现在孩子还小，我还年轻，婆婆就打起我财产的主意。我是家里的独女，以后爸妈的东西肯定全都留给我，再继续和张振兴一家子生活下去，说不定哪天就被谋财害命也未可知。再次回到医院，天已经黑了，女儿正靠在枕头上，吃着我妈喂的小米粥。见我回来，女儿还向我身后的门口张望了一眼。我知道女儿心里想问爸爸去哪了，但她太懂事了，只是伸出那只好手，轻轻地牵起我的手。看着女儿好起来的样子，我心里也渐渐好受了些。只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婆婆就在医院门口闹起来了。她堵在医院门口，还拉了横幅，上面写着“恶毒黑心媳妇方宁，打断6岁亲闺女胳膊，栽赃陷害婆婆，没天理没王法”。同时，她还带着她的几个老姐妹在医院前面撒泼打滚。我在病房里一听说让爸妈照顾好女儿，立马往医院门口赶去。我刚到门口，就看婆婆和几个年纪相仿的老太躺在地上又哭又闹，手上还拿着手机，似乎在拍些什么东西。见我出来，婆婆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哭天喊地的就要在我脚边跪下。方宁，妈知道你平时不喜欢妈，
可月月是你的亲女儿，你不能伤害她，来陷害妈呀！”她装模作样的抹眼泪，拿着手机就要往我脸上对。婆婆的几个老姐妹也围上来，一副苦口婆心的模样，劝说着我，说着也要给我下跪。您啊，妈和几个老姨给你磕头了，往后不用你养妈，妈只求你给口饭吃，饿不死，成吗？门口围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不知情的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看着婆婆手机屏幕上滚动的弹幕，我怕算是把事情琢磨了个七七八八，瞬间我也扑通一声跪下，比婆婆他们的头磕得还要更低。妈，不是您不喜欢月月吗？一直觉得她是个女孩，说她是赔钱货，经常去弟媳看家宝。我怎么可能不孝顺您呢？我爸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从小他们也不是那样教我的，哪怕我饿着自己，也不会不给您吃的。我这2句话说得巧妙，里面饱含的信息量很多。婆婆今天唱起了白脸，那自然就是有人唱黑脸的。其中一个老姐妹不依不饶的就要出来打我，我吓得连连后退，在地上求饶。实际上她只是扯着我的衣裳，其余的都没碰到我一下。但在别人看来，我立马成了弱势的那一方。我看见婆婆眼里一闪而过的惊讶，应该是我昨天那样强势，她没想到今天我忽然会服软。场面乱成一锅粥时，警察又来了。到了公安局，事情真如我想的那样，那段监控视频上不只有张家宝，婆婆的身影也在里面。她亲昵地帮张家宝理了理衣领子，嘴好像动了一下，张家宝才过去将我女儿推下去。果然就是婆婆教唆的。那天张家宝以为自己要坐牢了，吓得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张振祖和陈秀英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赶忙叫张家宝全都交代，生怕牢狱之灾惹上自己儿子。警察还在调查中，婆婆也知道自己可能犯罪了，所以早上才来了这么一出。自己不好过，也不想让我好，想让网暴毁了我。但是她把现在网友的当傻子，他们是热爱发言，帮人发声。可婆婆这样拙劣的手段，加上我刚才2句话蕴含的信息量极大，我想广大网友会自行分辨的。仅仅1天之内，婆婆就进了2次公安局。任她是怎样的一个超雄老太，现在也不得不安分一会儿。我回去后发现婆婆在医院闹事的视频开始有了热度，或许是矛盾太足，很快引起了讨论，话题热度也越来越高。大多数人是抨击婆婆的，但也有说是我虐待了婆婆的这样的言论，但很快也淹没在了评论区。果然，当代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婆婆中午刚从公安局出来，还在网上发视频卖惨骂我，可她下午又进去了。警察通过对那段视频进行技术解析，以证实婆婆教唆张家宝将我女儿推下楼，涉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婆婆很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张振兴和张振祖来找我，想让我给婆婆出具谅解书。我看着张振兴，他是月月的亲爸，他也是有权利签订的。是这2兄弟不知道，还是没商量好？谁知下一秒，张振祖的态度极其嚣张，没有一点悔过和求人的样子。嫂子，我现在还叫你一声嫂子。月月受伤了是没错，但是她现在这不是没什么大碍吗？妈年纪大了，看守所里那简陋的环境，妈怎么能受得了？况且她是月月亲奶奶，妈要是有了案底，月月以后考大学、找工作的都有限制。嫂子，不说别的，你要为月月想想。张耀祖手上的烟抽个没完，说起话来一股紫烟臭味，熏得人心里直犯恶心。我冷笑一声，
月月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爸妈明确说过，以后所有财产都留给我。我自己本身工作和副业收入也不少，况且月月还小，等她长大了，说句不好的话，就算我死了，月月一辈子不工作，靠着我留下的遗产，也能富有地度过一辈子。张振祖没明白我的意思，但张振兴却知道。他在旁边抿了抿嘴唇，他是最了解我的。我故意就看着他，我倒要看看，在明确知道婆婆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后，她会怎么选择。张振兴面色憔悴，眼中有着红血丝，最终他还是开了口：“小宁，妈年纪大了，她现在也知错了。她毕竟是我妈。”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张振兴的意思就是让我出具谅解书，那是那妈，不是我妈。张振兴，你亲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呢，你有没有点良心啊？你要出具谅解书，那是你的事，别拉着我也做对不起女儿的事。还有，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我家能给你弟找到工作，找关系把你的侄子放进好的小学，同样。我也能马上让他们马上滚蛋，你明白吗？当初张振祖没工作，张家宝要上市里最好的小学，分数却不够。张振兴求到我面前，想让我帮帮忙，我直接回绝。但那时张振兴却满眼愧疚。小宁，当初振祖也是为了我能继续上学才辍学的，不然现在也不会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我也以为是这样，索性托人找了关系，给张振祖找了个轻松高薪的工作。但后来我偶然间得知，张振祖本来学习就不好，翻墙逃课，去网吧打游戏，和社会上的黄毛混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张振兴能读书才辍学的。张振兴被我的话噎住了。是啊。他也是能出具谅解书的，为什么偏偏找我呢？因为他一边是他的母亲，一边是他的女儿，他就想把事情推给我，让我来做这个恶人。其实有时候挺为张振兴悲哀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但还好，现在这一切都要和我没关系了。张振兴看着我，眼里是百般纠结。但是张振祖一听自己的工作要丢，张家宝可能念不了好学校，眼珠子就开始转了。看吧，这就是婆婆偏心的小儿子，她一心为小儿子着想，但在这个时候，她甚至都不如一份工作，孩子上学的一个名额重要。反正这些东西不是我该思考的，就交给他们两兄弟吧。我花钱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律师，当然是要婆婆能被判得越重越好。离婚冷静期已过，我马不停蹄地催张振兴领了离婚证。我们是协议离婚，车子和房子都是我们当时共同出钱买的，他留给了我这么多年的存款，张振兴挣的归他，我挣的归我。但有一点，转给张振祖的那2万块钱必须要回来。事情处理完，回到医院，爸妈看着我眼下的乌青，心疼极了。最近事情确实多，我也有些疲惫，但和张振兴离婚后，却感觉更加踏实了。女儿轻轻抚摸着我的眼下，嘴里只道心疼我，甜甜的撒娇，要我好好休息。我感到幸福，同时又有些酸涩。女儿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医生说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只要注意休息，在家小心恢复，不要2次伤害，到时候按时来医院复诊就好。我和爸妈高兴坏了，结果在出院那天，路上却忽然出事了，车开到一半，有人故意别我的车，我不得不急停在路边，惯性使然，后座的女儿差点撞到。我下车查看，却见那车已经扬长而去，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只能先打了报警电话，然后继续往家赶。
没想到回到家里后，竟然发生了更加恶劣的事情。爸妈房子的门上竟然被泼了红油漆，旁边还被人放了花圈、死老鼠等东西。我赶紧把月月护在身后，捂住她的眼睛。打开视频软件一看，才知道婆婆前段时间的直播视频被人拿出来说事，评论区洞悉真相的那些评论几乎全都没有了，几乎是一边倒地骂我，甚至有我的邻居、我爸妈的朋友、我各个阶段的同学现身说法，只为了表达出一个意思：我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很恶毒、又坏又会演戏的人。我点进发言的主页，要么是什么都没发的小号，要么是私密账号。然而我又在网上看到了一条视频，是张振祖和陈秀芬两人在视频中控诉我，又证明婆婆在直播中说的那些话属实，加上评论骤增，热度就越来越高。有偏激的网友就人肉了我的信息，来线下真实我。看着视频中张振祖和陈秀芬言之凿凿的样子，我气笑了。反手又是一个报警，经警察查证，张振祖和陈秀英在网络上发表不实言论，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还买水军，故意制造舆论，引导风向，已经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损害。我毫不客气地将两人告上了法庭。还包括之前在我爸妈门前泼油漆、放花圈的，在网上不分青红皂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遭我黄谣的，我一个都没放过。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年纪小不懂事也不是他们逃脱制裁的理由。我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澄清视频，只讲述了事实，还有公安部门发布的消息。加上网上舆论发酵快，热度降得也快，舆论基本上已经平息，但还有质疑的网友在我评论区底下追着不放，那又怎样？请拿出证据来证明，毕竟谁主张，谁举证，我才不会陷入自证的怪圈。张振祖和陈秀英也双双入狱。张家宝一下子没了监护人，张振兴作为张家宝的亲大伯，这个担子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以我对他的了解，就算不是法律规定的，但是张振兴出于对我前婆婆下意识的听话，还有对张振祖所谓的愧疚，都会抚养张家宝的。但这已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的女儿以后不会再被他欺负，也不会再想讨好奶奶的时候却被奶奶嫌弃。至于爸爸和父爱，我会将这些事情慢慢的一点一滴，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讲给女儿听。她那么懂事，一定会明白。再次见到前婆婆时，她穿着囚服，剪了短发，早没了从前趾高气扬的模样。看着玻璃后的她，我心里一阵畅快。婆婆隔着电话，声音里少了从前的戾气，但说话还是不好听。方宁，你别以为我在牢里，你就能安稳睡大觉。你生不出儿子，指定是要被人欺负的。到时候等你死了，财产都留给振兴。我叫振兴给家宝，他指定同意。我有些想笑。前婆婆还在做她的春秋大梦，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就非要生儿子？家里是有皇位要继承吗？为什么重男轻女到这种地步呢？明明她自己也是女人，既然她这么挂心她的家宝振祖，那我得赶紧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你还不知道吧？张振祖和陈秀芬都进去了，你这么稀罕他们，刚好在里面团聚了。前婆婆分明愣了一下，不可置信。我接着道：哎，可惜了，你原本可以少带些时间的，但张振祖为了钱和张家宝上学的名额，不让张振兴给你出具谅解书呢。婆婆眼神暗淡下去，随即又迸发出些许怒意。贱东西，
胡说八道，朕祖怎么会？明明……看着婆婆破防的模样，我笑着挂了电话，任由她无能狂怒。当时我就疑惑，钱婆婆一个老年人，怎么会想到把事情发到网上呢？肯定是有人教婆婆。果不其然，现在看她的反应，应该是张振祖教的。被最爱的儿子背刺，应该很扎心吧？我就是要杀人诛心。回到爸妈家后，我终于能好好休息几天，女儿气色也好了很多，现在已经能下床了，整个人比之前有活力多了。原先和张振兴住的那套房子，我并不打算继续住，准备收拾出来嘛，出租出去。我去那边收拾东西的时候，刚好遇上了张振兴带着张家宝。张振兴正在卑躬屈膝地给另一个家长道歉，那位爸爸牵着一个哭得抽抽搭搭的小女孩，小女孩的脸上还有一个红肿着的巴掌印。张家宝则梗着脖子，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小女孩和她爸爸。她已经被钱婆婆和张振祖一家惯坏了，现在怕是不好纠正，况且又有了一双坐牢的父母，恐怕她的性子会变得更加扭曲。那位家长好不容易走了，张家宝却生气了。张家宝把手上的玩具丢在地上，恨恨地看着张振兴：“都是你，要不是你跟我大伯母离婚，我怎么会连好学校都上不了？我以后继承谁的财产？”张振兴听了张家宝的话，眼里是深深的刺痛，好像第一天才认识这个侄子一样，也好像今天才敢面对自己的原生家庭。钱婆婆偏心，张振兴缺爱，他努力听话优秀，却还是得不到妈妈的爱。这个家里，他永远没有地位，弟弟的儿子都丝毫不尊重他。张振兴终于有些崩溃了，他刚开始红了眼眶，然后慢慢流泪，最后蹲在地上泣不成。我并未多停留，径直向前走去，也不会同情他。往后，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我们泾渭分明，互不相干。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邻居天天发癫，还在群里辱骂我，转身我就出租房屋，刚出狱的便宜500，有精神病史的便宜600，爱吵架的老太太便宜700。很快，花臂大哥、阴郁小弟、超凶老太齐聚我家。这下轮到邻居跟我求饶了。我家隔壁的邻居是傻逼，他们刚搬进来不久，就在过道里塞满了东西：自行车、花盆、废纸箱、破柜子，甚至那臭烘烘的鞋架就紧贴着我家大门。每次我打开门，都能被那臭气熏到窒息。我有点社恐，害怕当面跟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我选择了在群里沟通。我说：“901，你们家的鞋架能拿远点吗？都贴到我家门口了，还有门口那堆杂物，把过道都占满了，你们能不能收拾回家里呀？”发完消息后，我就继续忙工作了。几个小时后，我才想起来点开楼栋群看一眼。卧槽，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群里10几条语音，全是901住户发的。我纠结了整整1分钟，小心翼翼地选择语音转文字，可进入眼帘的却是一连串的脏话。收拾 NMLGB， 你个逼养的小崽子，教育起你爹来了。我家过道，我爱怎么弄怎么弄，关 NMLGB 的事，我感觉我大脑都一片空白了。这还是人说的话吗？我慌乱地想退出微信界面，手指却不小心误触屏幕，点开了一条语音。瞬间，男人高亢的骂声在办公室炸开。CNMD 狗杂种，在群里告状呢！你个有妈生没妈养的逼崽子，有本事你当面来跟你爷爷唠唠啊！看我不弄死你个小 SB！ 我手忙脚乱地关了机。同事大姐循声望来，悠然，
没事吧？我脸色发白，低声道：“我被邻居骂了。”他停下敲键盘的手，把椅子搬到我身边坐下。咋回事？跟我说说。我苦着脸，把前因后果跟他说了一遍。大姐义愤填膺：“这啥人啊？自己做错了事还骂人呢？”想了想，他又给我支招：“你找物业去，让物业给你出头。”我连忙给物业打了个电话，可是，一听说搞事情的是7栋901，物业就变得迟疑了起来。901啊，我上次还碰见他呢。他家小孩在电梯里撒尿，他非说是15楼养的狗撒的尿。15楼跟他吵了好几次，现在在喝中药调理心情呢。我大惊：“啊，他还这样？”物业叹了口气：“可多了，他还把302的车位给占了，一占就是2个礼拜。人家气不过，把他车堵了。他倒好，就往人家车上倒垃圾。大夏天的，臭死个人。”我更惊了，这不得叫警察吗？物业直摇头：“警察来了也没用啊，就叫他赔礼道歉。但你这车不还是受损了吗？真是造孽了。”每次我们物业都夹在中间受气，我讷不能言。大姐抢过我的手机，说：“那他欺负我们小姑娘，你们物业肯定要出来做主啊，总不能谁横谁有理吧？”物业说：“我又没说不管，但人家耍无赖，你有什么办法？天天跟人家耗啊，他们是无业游民，有的是时间，但你小姑娘还要上班的。”我说：“这些不是推卸责任，是为你好。”说着，物业那边传来说话声，他撂下一句：“我有点儿事，先挂了呀。”直接就把电话挂了。听着电话那边的嘟声，我越发泄气。大姐想了想，又想出一个办法：“悠然，你去打消防电话，他们堆了这么多杂物在消防通道，那是不合规的，消防能来管。”下班后，我打了119，消防队立刻来了3、4个消防员。一看这乱哄哄的过道，他们就皱起了眉。很快，901的房门被敲响，里面的男人极其不耐烦。外卖放门口，消防员更用力敲门：“谁跟你外卖呢？”消防队的，把门开开。男人不情不愿地开了门。消防队的又咋了？我家没着火。消防员无语了，指着过道里那堆杂物说：“那些东西是你的吧？堵塞消防通道了。”男人一瞪眼：“楼道里放点东西咋了？这是我家门口，我爱咋放咋放，你们管得着吗？”消防员快被气笑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明文规定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你说我管得管不着？”法规一出，男人顿时词穷了。消防员催他：“你现在把这些东西都收拾了，不然要罚你款。”一听要罚钱，男人骂骂咧咧道：“什么玩意儿？这些是别人放我家门口的，又不是我的，谁说是我的？”我叫一声，他能答应吗？他说变脸就变脸，完全自相矛盾。我忍不住了：“这鞋子不是你的，这自行车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那我们可就给扔了。”他这才发现站在消防员身后的我，然后他就炸了：“你他妈就是隔壁的小贱人吧？”我说：“哪来的多管闲事的人呢？原来是你打电话报的官啊！他妈的，老子真是给你脸了！”说着，他穿上拖鞋，从门里冲出来，抬手就要打人。2个消防员一左一右挡在了我面前，一把推开了他。消防员厉声道：“再动手试试！”在绝对的武力值面前，男人悻悻收了手，但还是死死盯着我，嘴里不干不净在骂人。CNMLGB 的小婊子，老子在家门口放点东西，你还要说3道4？
老子半夜爬你窗，弄死你！”消防员大喝一声：“闭嘴！”赶紧收拾东西。又等了快半个小时，男人才勉强收拾好那堆纸板箱和酒瓶子。叮铃铃，消防员的电话响了，郊区工厂发生了火灾，需要他们紧急归队。几个消防员立马狂摁电梯，还不忘嘱咐我：“姑娘，你先回家，明天我们再过来一趟。”我也不敢独自一人跟这男的站在一起，我马上掏出钥匙开了门，跟他们匆匆道谢后就躲进屋里。电梯门合上了，我沉默地换鞋，却听见防盗门外那男的笑得猥琐：“怕啥呢，小婊子，我还能上了你呀！”前所未有的愤怒涌上我的脑海，我大骂：“我上你全家，狗东西！”他忽然大力砸我家门，猖狂大笑：“来呀，宝贝，我等着你呀！”我报了警，但他一没动手打人，二没损害财物，警察来了也只能对他口头教育。他在警察面前说得好听，可警察一走，他就继续砸我的门，笑得淫荡：“躲什么呀，小贱人！不是说要上我全家吗？快来呀，快来呀！”我气得浑身发抖。他在我家门口足足骂了半个小时，嘴巴比划粪池还脏，最后还是他家小孩嫌他吵，他才骂骂咧咧地回家了。我心神不宁地坐在沙发里，连手机轻微的震动都会让我吓一跳。我心烦意乱地想要关掉弹窗，却发现给我推送的奇闻异事是某城市的业主招有犯罪史的住户，帮他对付物业。一个念头涌上了我的脑海，我也这么干。转身，我立马开了电脑，联系了中介，在各大租房网站，我发了一条出租信息：140平4室2厅出租，要求租户不好惹，刚出狱的便宜500，有精神病史的便宜600，爱吵架的老太太便宜700。我又给中介塞了一个大红包，说明了我的处境，要他帮我快快筛选好合适的租户。我在宿舍住了几天，期间我不断透过我家的监控，看到隔壁邻居在我家门撒尿。这一回，我心里毫无愤怒，有的只是冷笑。等着吧，劈你的雷在路上了。没过多久，中介带着租户上门了。一个刚出狱的花臂大哥，他过年喝多了酒，听见邻居扬言说要塞他妈，他冲进厨房，拿起刀就把人给捅了。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阴郁小弟，他从小被继父猥亵折磨，妈妈装聋作哑，于是等他有力气反抗时，他就把那个老畜生摁进了化粪池。法院判不了，因为他那时未满14岁，且医院诊断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还有一个是纹眉烫头的时尚老太太，她一天3顿伺候家人，儿媳还嫌弃她烧菜难吃，她当即就给儿子儿媳吃了泻药，顺便砸烂儿子家的冰箱彩电，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中介告诉我，他们底子都不坏，这会儿正有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呢，住你这儿正正好好。当晚我就跟他们签了协议，房租减免，水电我出，只有一个要求，帮我整死隔壁邻居。当天晚上我搬回了家，邻居大概是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了，立马来敲我家门。从猫眼往外看去，男人只穿了一条裤衩子，拿牙签剔着牙，笑得十分猥琐。小美女，我知道你回家了，出来玩玩呗，不是说要上了哥哥吗？是不是害羞了？花臂大哥拿着刀就要冲出去，被烫头老太拦住。我70了，我先上，他又被阴郁小弟拦住。我精神病还没好，我先上，防盗门打开，我站在最前面。男人笑眯眯地脱了裤子，当着我的面露出了小牙签，对准我家门口就要尿尿，但他还没尿出来，
阴郁小弟伸手握了下去，还用力晃了晃。小弟说：“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男人傻眼了，连忙穿起裤子往外跑，边跑边骂：“CNN 哪来的神经病！”阴郁小弟慢慢跟过去，认真问他：“你嘴这么臭，是吃屎了吗？”男人炸了：“你他妈才吃了屎！你全家都吃了屎！”阴郁小弟礼貌地问：“我喂你吃点屎可以吗？”说着，他也脱了裤子，真的在901门口拉了一泡屎。901的男人咆哮一声 ：“WRNM， 你个 SB 玩意儿！”说着，他挥拳砸下来。阴郁小弟根本不管901的男人在干什么，他只是顺手从901的鞋架上取了一只拖鞋，然后真的舀起了一坨屎，时机真就有那么刚好。男人一拳砸在了他的屎上，901的男人崩溃了，嚎叫着，疯狂想找纸擦掉。阴郁小弟只是一把摁住他的头，把拖鞋往他嘴里送：“这是屎，好吃的，你吃点吧。”男人疯狂跟他对打，仍然不可避免地沾了满脸屎，开始干呕了起来。901的女主人终于出现了，在她老公欺负我的时候，这女人一直在看好戏。此刻，她打开了门，大声道：“你把我老公放开，不然我报警了。”阴郁小弟很听话地放开了男人，举着拖鞋，很绅士地问他：“你是想先吃吗？”说着，他又从鞋架上拿了一只高跟鞋，用鞋尖搅了搅屎，然后很大方地塞进了他怀里：“都给你，不够我再拉。”女人尖叫起来，迅速把高跟鞋扔了出去，然后惊慌失措地关上了门。901的男人傻眼了，急忙敲门：“老婆，老婆，我没带钥匙。”“老婆！”女人在屋里大喊。“老公，你放心，我报警了，警察马上来。”警察的确来了，但阴郁小弟一没打人，二没损坏财物，三还有精神病史，直接叠了3层甲，警察都不好说什么。警察还反过来教育901男人，让他别主动挑事儿，不然人就算把你砍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警察走后，901那男的着实消停了一阵子，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这天，我在学校坐班晚自习，结束后又去查寝，到小区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小区有几盏路灯坏了，物业一直没修好，黑灯瞎火的。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一边想着班上几个同学下滑的成绩，一边琢磨着明天早上吃啥。走到拐角处，竹林里忽然窜出一个人影，对着我的后脑勺就是一下，哐！剧烈的疼痛袭来，我摔在地上，那人又是几拳，狠狠砸在我身上。小贱人，让你狂，不给你点颜色看看，真以为老子吃素的？那声音是901的男人，可浑身剧痛无比，我只能勉强站起来，往前逃，但很快又被他抓住肩膀，一脚踹在了地上。你要往哪里去啊？不跟我好好聊聊吗？你家那神经病保护不了你了吧？我说这里有监控，我会报警，我一定送你去坐牢。他猖狂地笑了。监控？你不知道吗？这里的监控早就坏了。说着，他使劲来掰我的脸，臭烘烘的手掐着我的嘴唇。快去报警啊，宝贝，我好害怕啊！哈哈哈哈哈！快去报警啊！砰！有人折断一根竹竿，砸在了他的后脑勺。那人下了狠手，又快又重，眼看就要把男人砸得猪头开花。可很快有人拉住了他，脱下了衣服，罩在了男人的头上。小弟弟，知道监狱里怎么打人疼且不留痕吗？看好了，学着点儿。说着，他一拳砸在了901的肚子上，然后又是一巴掌扇在他头顶。
随后是屈膝一顶，把男人顶得嗷嗷直叫唤。我被人扶起来，借着微弱的月光，才看清扶我的是阴郁小弟，把男人摁在地上打的，正是花臂大哥。原来超兄老太发现我许久未归，给我发了微信，但我一直没回消息。他觉得不对劲，他就把大哥和小弟都喊了起来，让他们沿路找我。而他们找到我时，正好看到了901男人殴打我的那一幕。花臂大哥的 T 恤把901男人捂得密不透风，拳头也如同雨点般结结实实地砸在男人身上。聊啊，想跟我家妹子聊些啥，都跟我聊聊，使劲聊，一拳又是一拳。901男人疼得直叫唤：“大哥，大哥，我错了，我嘴贱，你别打了。”花臂大哥懒得理他，把阴郁小弟喊过来：“你肚子里还有存货不？喂他点吃吃。”阴郁小弟皱了皱眉，中午刚拉过，现在没了。花臂大哥又问：“硬拉能拉出来吗？”阴郁小弟思考了一下：“要不我试试。”901男人抱住他的腿，拼命求饶：“大哥，大哥，我错了，我不敢了，我下次真的不敢了。”花臂大哥把他头上的衣服一撸下，摁着他的头，逼他朝着我的方向跪下：“你跟我道歉有啥用呢？得跟我妹子道歉，我妹子不原谅你，你就只能挨揍，听懂了没有？”男人被打得痛哭流涕，跪在我面前疯狂磕头：“小美女，小美女，对不起。”啪！花臂大哥一巴掌扇在他后脑勺：“你也喊你妈小美女，换个称呼。”男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我错了，我错了，姑娘，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见你就绕道走，行不行？”花臂大哥按着他的后脖梗，看向我，简单的问：“你要不要扇他几巴掌出出气？”我有点犹豫，从小到大，我家人都教育我不要打架，后来我当了老师，也教育学生不要打架。男人见状，跪在我脚下痛哭流涕：“姑娘，姑娘，你是文化人，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别打了兔兔呀。”我冷笑一声，抡圆了胳膊，啪一下打在了男人脑袋上：“少在这里道德绑架我，今天打你的就是文化人。”连续几个巴掌后，男人彻底软了，除了道歉就是哭，哭着求我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刚好手也打累了，我示意大哥和小弟该回去了。小弟没挪步，问我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看。我摸了一下脑袋，说：“算了，已经不疼了，而且我明天还要去陪早自习，得赶紧回去睡了。”花臂大哥点了点头，又去踹了901一脚：“今天算你走运，赶明我妹子去看病，医药费你得出。”男人连连点头：“我出，我都出。”花臂大哥又说：“你那房子租的吧？租期是不是快到了？用不用我帮你搬家？”男人很快就听懂了他的意思，连连说：“到期了，到期了，过2天就搬。”回家以后，我才发现老太太还没睡，她给我熬了绿豆汤，让我喝1碗压压惊，然后又拿着棉签和酒精给我蹭破皮的地方消毒。我受宠若惊，连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她想了一下，把棉签递给我，又转身跟大哥和小弟说：“你俩一天天的在家也没事做，排个班，早晚接送一下悠然。”他俩都点点头，我还挺不好意思：“不用了，我早上要很早起的，而且白天路上都有人，没事的。”老太太没说话。花臂大哥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你别操心了。”顿了顿，他又说：“我给你交的那点房租，连睡大街都不够。我妈教过我不能吃人白食，你让我给你当保镖，我心里舒服点儿。
阴郁小弟也跟着点头。你起床的时候，我还没睡呢。我早上陪你出门。说着，他又补充了一个理由：一般我都早上想拉屎，这几天都是阴郁小弟送我去上班，花臂大哥接我下班。老太太通常会在家做晚饭，我们过意不去，要上手帮她。她大手一挥：“你们洗碗就成。再说了，地不用我扫，衣服不用我洗，我给你们做饭。”我心里乐意。于是，我家餐桌上不再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吃着外卖，而是4个人有说有笑地聊着天。隔壁也的确传来了搬家的动静，各种大件小件的东西都装进了货拉拉。有一次我下班，在电梯里碰见了901男人，他看都不敢看我，躲在了床垫的后面。几天后，隔壁彻底空了，我的世界也清静了。但我没想到901人是走了，恶心我的事儿却没完。这天，我刚给学生上完复习课，就被副校长叫到了他办公室。他先是和蔼地问了问我：“陈老师，最近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一脸懵逼，答：“没有啊，都挺好的。”他拿出手机，翻出一个视频给我，不动声色道：“这个呢，是一个学生家长发给我的，要不你先看看。”我接过手机一看，映入眼帘的是视频上的几行大字：振兴高中的语文老师陈悠然给我戴绿帽，四处乱搞，每天都换男人。视频里是手机偷拍画面。早上，阴郁小弟送我去学校，我买了早饭，给他塞了一份，然后我们肩并肩往学校方向走去。晚上，花臂大哥来校门口接我，我拎着一袋子书和试卷，他伸手接过去了，然后他骑我的小电驴，我坐在后座。就这几个正常的画面，我怎么就被打上了四处乱搞的标签？我气愤不已，点开评论区想骂2句，却发现评论区里几百条评论全是骂我的。这女的挺会享福啊，换3个男人，有点东西，可怜了老哥，摊上这么个女的。我哟，还是当老师的，不会也跟男学生乱搞吧？什么老师，出来卖的罢了。在这一条评论底下，视频的作者还回复：“兄弟，你真相了。”我气得手都在抖，放下手机，看向副校长，这纯属造谣。我一直单身，没有男朋友，何来戴绿帽一说？而且画面里的这2个人只是我的朋友，我们没有男女关系，又怎么能说我是乱搞呢？副校长给我倒了一杯水：“陈老师，你先消消气。”我攥着水杯问校长：“您不会也不相信我吧？”他温和地笑了笑：“我肯定相信你呀。现在问题就是，不少学生家长给我发消息，问我到底是咋回事。你看，这影响太大了，你要不要去处理一下？”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副校长又说：“下周1的公开课呢，就换9班的李老师上。我也跟他讲过了，你回头把教案和注意事项跟他交接一下。”我抬头：“为什么呢？”副校长可能没想到我居然会问为什么，他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说：“公开课上领导和家长太多，万一有谁看过你这个视频，课上对你指指点点，那对你影响不好啊。”我强忍住气愤，说：“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没什么好怕的。”副校长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陈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学校考虑。听我的，工作交接一下，下午你也早点回家处理家事，别犟了啊。”说完，他就借口要开会，溜之大吉。我死死捏着纸杯，热水烫到我手背，也不觉得疼。副校长让我好好想想得罪了谁，我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出来，
这事儿肯定是901那个贱男干的。我还在办公室坐着呢，老太已经带着花臂大哥和阴郁小弟来接我了。他们几个都比我先刷到这条视频，刷到后，花臂大哥就想去找那901算账，被老太太拉住了。老太太退休前是居委会的，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见过，考虑问题也更周全仔细。她给我指了同时并行的2条路，一边走法律程序，一边按着901的头澄清事实。咱们呢，要遵纪守法，不能老是拳头说话。他敢造谣，咱们就送他上法庭，让他赔钱，让他坐牢。不过呢，法律流程慢，真等法院判下来，你的名声全毁了。小地方，谣言传得最快，女人的谣言尤其快，所以咱也不能光等着法律。我小鸡啄米般点头，又问他，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老太太狡黠一笑，就他一个人会用网络呀，咱也有手机呀。901的房子是在小区门口的房屋中介租的。花臂大哥客套地唠了几句家常，轻易就套出了901现在住的小区。到那小区后，真就那么巧，正好碰见901男人出门倒垃圾。他明显很心虚，一见我们就想跑，一下就被花臂大哥给拦住了。大哥把他夹在胳肢窝底下，亲切问候，见了我就跑啊，这么看不惯我呢？男人急忙求饶，不是，我刚好有点事。花臂大哥像提溜鸡仔那样，一直把他拖到小区中央的凉亭里。正值傍晚，不少居民出来遛娃、散步、运动，一看这边好像有点不对劲，嘴上不说，目光却都已经往这边看过来了。有几个人还交头接耳：“哎，这女的和这俩男的，是不是振兴中学那个？”然后很快被同伴提醒住了嘴。但901眼珠一转，大喊：“救命啊！这女的脚踏2只船，还要叫奸夫来打人了！救命啊！”呵呵，那视频果然是他发的。听他这么一喊，更多居民围了过来，甚至还有几个是专门从楼上跑下来看热闹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附近几栋楼的几扇窗户也推开了，窗子里探出了几个吃瓜的脑袋。一看这么多人都来看热闹了，901男人更激动了。这女的跟2个男的住一起，不是俊是什么？还是当老师的呢？我呸！花臂大哥正要一拳打下去，被老太太抢了先。只见老太太抡圆了胳膊就是一巴掌，啪！男人脸上浮现出一个鲜红的五指印，都给我看傻眼了。说好的不要打人，让法律制裁呢？老太太您怎么双标啊？晚霞下，老太太冲我眨眨眼。我70了，还有心脏病、高血压。懂？这么紧张的气氛下，我差点要笑出声。901男人拼命挣扎，大吼：“你今天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说，这女的跟俩男的同居，肯定是出来卖的，不然你们能这么护着她？”老太太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又是好几巴掌打下去。你这么造谣我闺女，我今天就算打死你，也没人能说啥子。我儿子送我闺女上下班怎么了？我就问你怎么了？要不是你个小牙签天天在我们家门口脱裤子，我闺女至于上个班都提心吊胆的，说我们打人。你半夜在小区里打我闺女1顿的事儿，你咋不说呢？是不是觉得我闺女脾气好，我们全家就都会惯着你呀？她边打边骂，口齿极其清晰，说话都不带磕巴的。围观群众听了个清楚明白：一，挨揍这男的是在造谣；二，这是一家子人，家里还住着个老太太，根本没啥卖不卖的；三，挨揍这男的整天脱裤子恶心人家小闺女，
所以这家俩小伙子才送小闺女上下班。老太太一看吃瓜群众们都听明白了，也就不再继续打了。她淡定地捋了捋头发，拿出居委会主任的架势，向大家诉苦：我这闺女性格胆小，她这邻居搬来以后啊，什么破烂东西都堆在楼道里，那鞋柜就贴着我家的门缝呢。我闺女就是让她挪一挪，她倒好，破口大骂呀，什么脏的臭的都往我闺女身上堆，就是欺负我闺女一个人住。摸着良心说，咱谁家没有个女儿孙女的？咱女孩子一个人住就得受欺负啊？凭啥呀？我带着这俩儿子搬过来后，好家伙，正好碰上了这畜生当着我闺女的面脱裤子。我说的难听点，你对我闺女这样，我老太婆拿把刀把你那玩意儿给剁了都不打紧。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老太滔滔不绝，宛若演讲。几个正准备出门跳广场舞的老太太感同身受，妈呀，太贱了，活该挨揍呢！这狗东西要是敢这么对我孙女，我非弄死他不可。901的男人被花臂大哥摁在花岗岩桌子上，脸红脖子粗，使劲挣扎。CNN 个死老太婆，你编瞎话有一套啊！你跟你那闺女一路货色，年轻的时候肯定也。说时迟那时快，老太太又是一耳光扇了下去，厉声道：你命还没老子脚长，敢在这里跟老子七嚼八嚼，在老子面前发披风，你是好大一张脸，老子给你的烂嘴打到肿。这下轮到花臂大哥去抱住他的胳膊，让他别再打了。901连滚带爬地躲到角落，哆哆嗦嗦要掏手机。你老太婆发神经了，我要报警。小区外立刻就有警笛传来。901面露喜色，阴郁小弟把手机塞进裤兜，淡定道：不好意思，他们是来抓你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那么，什么叫情节严重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规定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而901造我谣言的那条视频，浏览量已经超过了3万，是妥妥的情节严重了。法律条款一出，901瘫在椅子上，彻底吓蔫了。他激动地抓着桌角，说：我不能蹲耗子，我儿子还要考公，我不能有案底啊！我只是冷笑，你欺负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儿子啊？901见状，扑通一声跪在我脚下，拼命给我磕头：陈老师，陈老师，我真的错了，我鬼迷心窍，我脑子有病，我就是大傻逼一个，你别跟我一般见识行吗？求你了。我往后退了一步，没再理他，只是淡定地问警察，能不能让这男的给我录个视频，在互联网上承认错，还我清白。这种请求，警察当然会答应。于是大家议论纷纷的振兴高中陈悠然给我戴绿帽事件，在4个小时后迅速迎来了反转。博主删掉了早上的造谣视频，重新发了一条视频，视频背景是公安局专属的蓝漆白墙。博主这次终于露了脸，躲在屏幕后面自称是陈老师男朋友的他，原来是个肥头大耳、没人看得上的中年男人。他面对镜头痛哭流涕道歉：大家好，我是刘全胜，今天早上
我发布了一条造谣视频，造谣我的前邻居振兴高中陈悠然老师。那一条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是我编造的，请大家知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陈悠然老师是邻居，看他一人独居，我就经常欺负他。他找人合租后，我欺负不了他了，于是就开始捏造他的谣言。在这里，我郑重向陈悠然老师道歉，同时向各位网友道歉，请大家以我为鉴，不要欺负别人，更不要随意捏造谣言。我淡定地给这个视频买了好几个推广包，平时跟我关系好的几个老师也很低调地把这个视频往他们的各种家长群里稍微那么一转发。很快，这条视频登顶了本地热度榜，在评论区里，双休日拿到了手机的我的学生们纷纷向刘全胜发起了猛烈进攻。等我们也欺负一下你儿子，你就知道厉害了。围观史上最快翻车现场，家人们谁懂啊？我妈喊我来听道德法治课。大家好，我是刘全胜，我是真小人、真禽兽，试图玩弄舆论的人，终将被舆论反噬。刘全胜被暂时羁押了起来，对于他的宣判，将会在几个月后才会出结果。不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和他的家庭都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时，天朗气清，夏日微风习习，街边还有小贩叫卖西瓜。我买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切开，果然是红艳艳的，一颗黑子儿都没有的报恩西瓜。花臂大哥和阴郁小弟拎着瓜往前走，我和老太太跟在后面。生活好像就是这样，无论发生多糟糕的事情，只要还有甜甜的西瓜吃，只要身边还有人能和你说说笑笑，一切就不算太差劲。那天之后，我又回到了学校，校长亲自打电话喊我回去的。他说下周一的公开课还是我去上，副校长的决定太草率了，让我受委屈了。我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周一这天，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我打开幻灯片，讲完最后一张 PPT， 自由提问环节，有学生问我，老师，什么才是真正的恶？一瞬间，许多双鬼精的眼睛看向我。我知道，他们想知道的不仅仅是课本上那一板一眼的回答。我想了想，放下课本，在黑板上写下2个大字：善。什么是恶？伤害别人就是恶，对吗？那么，为了保护自己而伤害别人，是不是恶？为了保护至亲而伤害别人，是不是恶？善恶一念，在于动机，也在于行为。倘若动机善，行为恶，那它究竟是善还是恶？曾经，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给人贴标签，这人犯了罪，一定恶；这人打过父母，一定恶；这人无家可归，一定恶。但如果撕下那些标签呢？有人为保护母亲不受辱，犯了罪，对坏人是恶，对母亲却是善；有人受折磨多年，终于反抗，对坏人是恶，对自己却是善。倘若我们用更加立体多面的视角去看待他人，我们会发现，恶不绝对，善也不绝对，他们在一念间发生变化。微风轻拂，阶梯教室的后门又进来几个人，一个老太太，纹了眉毛，烫了头，看上去就很会吵架的样子；一个花臂大哥，后背上纹了一只猛虎，夏天光膀子能吓哭小孩；一个阴郁小弟，总爱戴个棒球帽，夏天也穿个长袖，嘴巴里总是神经质地念叨着些什么。几个月前，我遇到了非常糟糕的邻居，于是我想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但我却意外走进了那几个坏人的内心世界。纹眉烫头的那个恶婆婆，最爱煮糖水、煮绿豆汤、切冰西瓜，
变着花样的照顾人，阴暗爬行的苍白小弟。他天天跟流浪猫打交道，自己送快递赚了点钱，全给流浪猫做绝育了。花臂大哥爱养花，背后猛虎细嗅蔷薇，常跟小区里的老头老太交流养花心得。骑电瓶车送外卖的路上，还救了俩车祸受伤的路人。这世界好像就是这样，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无数标签，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给人贴标签，也被人贴标签。可倘若我们愿意把标签撕下来，用自己的眼睛认认真真去看，就会发现，原来世界大不相同。公开课的最后，我微微一笑，还没给大家讲过吧？在我小的时候，我也被认为是个坏小孩，酗酒的父亲整日家暴母亲。有一天，他举起一个花瓶，砸在了我妈妈的头上，血流了满地。我以为妈妈死了，于是在他再次握拳砸下来的时候，我拿着花瓶碎片捅 YouTube 穿了他的眼睛。他在去医院的路上遭遇了车祸，直接身亡。我以为我保护了妈妈，可当妈妈醒来，却是惊恐大叫。她跟左邻右舍说，是我害死了她的丈夫。她说我是个灾星，所以她提着行李逃跑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觉得她有错。有错的是我，我是个坏小孩，我是个灾星。我孤独而愧疚地长大成人，直到遇到了3个和我一样的坏人。他们不跟我讲大道理，他们只是让我恍然大悟。倘若他们的坏不是坏，那么我的坏也不必再日日折磨我。台下一片安静，学生们眨巴着眼睛看我，有的孩子脸上是同情，有的则包含了深深的思考。我做最后的总结：成年人总是习惯粉饰自己，可孩子却会信以为真。倘若你也感到迷茫，欢迎你来找我。在我这里，没有道德评判，我只在乎你是否受伤。下课铃响了，校长领头，鼓起了掌，掌声响起一片，尤其是站在后门那仨鼓的最大声。我收了粉笔，收了教案，背起包往外走。走廊外是操场，许多孩子们跑跑跳跳，打着篮球，热闹非凡。而正朝我走来的是烫头老太、花臂大哥和阴郁小弟。老太挽过我的手，稀松平常问我今晚想吃啥。花臂大哥则接过了我沉重的电脑包，淡定往前走。阴郁小弟一如既往神游天外，只是在学生冲他微笑时，受宠若惊的也笑了回去。清风习习，云聚云散。我失去过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亲人，又在独居时遭受了最深的恶意。但好像老天把我的亲人都不及我了，用另一种奇奇怪怪的方式。老天爷，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很感激你的，真的。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